火力军平常在开车的时候，往往都是无钥匙上车，一键启动就可以踩油门开走。每当这个时候，火力军就好奇，开走一架飞机是不是也像开走一台车这么简单呢？如果你也有这样的疑问，那本期视频火力军就带着各位来看一看，在人类航空器发展史中要怎么使用钥匙开走一架飞机。开过一些飞机的观众们，在听到火力军提到钥匙时，估计要会心一笑了。因为在一些民用小飞机上，为了节省成本，还真是用钥匙启动的。比如被誉为空中丰田的塞斯纳172，它就是需要钥匙的。以这架飞机举例，它一般有2个锁，第一个锁是锁门的。当然，这个钥匙这么简陋，所以这个门锁也只能防君子，不防小人。而另一个锁，各位应该也能猜到了，是启动发动机的。它启动发动机的程序就和汽车很像了，在你做完冷启动的一切准备步骤之后，最后就需要拧动钥匙启动发动机，这样飞机螺旋桨就会转动，你现在就可以开着它一飞冲天了。但是这种使用钥匙启动发动机的方法，也是只有像塞斯纳这种活塞动力螺旋桨民用飞机才大规模使用的。在更大的喷气式民航客机上，往往是不用锁来锁住启动装置的。因为喷气式飞机的启动往往非常繁琐，需要执行一系列冷启动检查单。除此之外，还需要地面的电源车、牵引车、气源车等一系列辅助车辆的协助，才能完成起飞前准备。而且在大型的民航客机上，客舱门一般也是没有锁的，机械锁止机构不管在机舱内还是机舱外操作，都可以轻松打开。这也很好理解，民航客机呢需要载客，客舱就不需要锁来挡住外来者了。而且民航客机的离地高度一般都非常高，乘客甚至需要廊桥或者舷梯车才能到达机舱门的高度。不给你廊桥和舷梯车，即使你真能给民航客机开走，也打不开门。所以真正需要锁和钥匙来挡住外来者的，往往是民航客机的驾驶舱门。在911事件之后，民航客机为了应对劫机事件，除了对驾驶舱的一系列抗破拆要求之外，也要求机组成员在飞行时必须从内部强制锁上驾驶舱。现在客机的驾驶室门锁一般都是电子密码锁，并且在飞机的仪表盘上也会显示驾驶室门是否完全锁止。比较搞笑的是，这个门不仅会阻挡潜在的不法分子和送餐的空姐，有时候也会阻挡飞行员自己。就比如达美航空的飞行员就不知道是忘了机舱密码锁密码，还是因为驾驶舱锁定没有关闭，他们只能通过使用云梯车爬窗户的方式进入驾驶舱。这还好是波音的飞机，如果是没有可开启侧窗的空客，那还真不知道要怎么才能进去了。稍微聊了聊民航，我们来回归到军用飞机上。在最开始，军用飞机其实也是有钥匙的，只不过这个钥匙和各位想的不太一样，它不是一柄钥匙，而是一根钥匙。这个钥匙就是飞机发动机的启动摇柄，就和早期在汽车、坦克和现在的拖拉机上依然能见到的启动摇柄是一样的。通过外力，也就是人力转动摇柄的方式，通过惯性启动发动机，而这个摇柄就是战机的钥匙。在另外一些历史影像中，我们也能看到，除了转摇柄可以惯性启动发动机外，也可以通过转动螺旋桨轴的方式惯性启动发动机。在这个时候，就有人想到，既然都是发动机，那为什么不能用一台发动机带动另外一台呢？所以地勤就在汽车的传动机构上接了一套齿式离合器，在离合器上挂上链条，链条另外一端连接着一根传动轴，在飞机需要启动的时候，就将传动轴和飞机螺旋桨对齐，挂空档踩油门，传动轴就可以带动飞机螺旋桨转动。等到转速上升到一定数值之后，发动机就可以启动了。而这种使用汽车动力的传动轴的启动器，则被称为哈克斯启动器。在人类战争时进入2战时候，航空发动机的技术也呈现了爆炸式增长。在动辄10几个气缸、上千匹马力的航空发动机面前，想把发动机摇到启动，那可真是一项有氧运动。那使用机械和汽车的哈克斯启动器，是不是就完美符合2战要求了呢？实际上也并不是，因为哈克斯启动器必须要让传动轴和飞机螺旋桨精准对接，所以整个启动操作中最费时的就是调整车辆和传动轴的位置。如果防空警报拉响，地勤用哈克斯启动器启动飞机，
那等飞机成功启动时，怕不是早被敌机打成筛子了。所以为了应对战况的需要，战机需要一种启动更快的钥匙，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考夫曼启动器。它的启动非常吓人，是通过在发动机内部塞入一发子弹，然后激发，通过子弹带起的高速火药燃气启动发动机。不过这种方式启动虽然很吓人，但是它却非常安全。因为考夫曼启动器使用的子弹是空包弹，所以并不会出现损坏飞机的情况。唯一的问题是，由于使用的是火药燃气，所以考夫曼启动器并不是那么干净，整个启动器的积碳情况比较严重，需要时刻清理。而且考夫曼启动器是一种一次性启动器，虽然一些启动器上使用过弹巢设计，可以一次性塞入数发弹药，但是这依然不能掩盖考夫曼启动器需要使用一种一次性装置来启动的事实。在平常的使用和维护中，地勤必须时时刻刻补充启动器的弹药，不然到关键时候没法启动发动机，那就会贻误战机。所以在考夫曼启动器之外，设计师并没有放弃对其他启动方式的探索。在二战时期，另外的启动钥匙也被加入了战机，其中原理比较简单的就是电启动，它的原理和哈克斯启动器类似，都是通过一个发动机带动主发动机。和哈克斯启动器不同的是，这次使用的是体积较小的电机，而非汽车引擎。设计师们将电力启动机塞在发动机舱内部，通过启动机的转动来带动发动机的点火。这个方法已经非常接近现在的汽车了，但不一样的是，飞机发动机舱内寸土寸金，塞进电力启动机，空间已经非常紧张了，远远塞不下可以让启动机工作的电压足够高的电池。这个时候，笨办法就能起到作用，那就是把电池放在飞机外面，让地勤来管理。这就是飞机的电启动和它的电瓶车钥匙。随着时代的发展，战斗机也使用上了喷气式发动机。在这个时候，它依然依赖于外部的启动钥匙，只不过这个启动钥匙从电瓶变成了空气涡轮启动机。我们都知道，喷气式引擎是通过燃烧室内的燃料燃烧，并向后排出，产生推力推动飞机飞行。那燃烧的一个重要要素就是有足够的空气。在喷气式引擎完全停机的情况下，接收不到足够的空气怎么办？那就找个设备往地面吹气，这就是空气涡轮启动机和地面气源车的作用。地勤通过地面气源车对空气涡轮启动机吹气，让空气通过启动机带动发动机转子，从而达到点火的转速和空气要求。当然，这种方式的缺点就是在地面冷启动时，必须依赖地面气源车启动发动机，没有别的办法。一旦场站遭到破坏，那么飞机也就只能在地上当靶子。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问题，战斗机还好说，一般都是一台发动机，最多2台，战时冷启动也不会特别慢。但是对于一些超大号飞机来说，气源车即使忙死也无法让它快速上天。这就是 B-52 战略轰炸机，它总共有8个引擎，气源车一次启动1台引擎，启动8个引擎要花费快1个小时。作为美军3位一体核打击的平台，1个小时的启动时间足以让苏军的核弹把 B-52带气源车一起炸成灰。所以 B-52也使用了一种另类的考夫曼启动器。最直观的区别在于，由于涡扇发动机需要点火，必须达到足够的转速，而让扇叶达到足够的转速所需要的能量比启动活塞式发动机更大。所以 B-52使用的并不是空包弹启动，它的启动器使用的是一种特殊规格的炸药包，通过炸药包爆炸的火药燃气代替气源车，让 B-52快速起飞。而这种起飞方式 B-52现在还在使用。在气源车和炸药包的窘境之中，战斗机再次进行了升级。为了提高战机的自主性，这次它的启动钥匙不再放在机内，而是综合在了机内。这柄启动钥匙被称为 APU， 即辅助动力单元。它的出现是几个因素综合之下的结果。首先就是在高烈度战斗中，气源车并不是随叫随到，而炸药包启动又受限于一系列设计因素。所以为了取消这种窘境， APU 一般是1台或者几台小型的燃气涡轮发动机，使用航空燃油工作，动力强劲，这样就能在它工作时带动战机的主发动机点火，同时又不增加冗余的系统。另外一个问题是，虽然现在的战机已经有足够空间放下为机载设备供电的电瓶，但是由于航电系统的不断增多，现代战机也成为了一个用电大户，电瓶的电也只能杯水车薪。如果使用内置的电瓶启动战机，将会耗费大量的电量，
万一战机遭遇险情，电瓶又没电，就会瞬间失去对周围的态势感知，处于非常危险的情况中。所以在以前，飞机在地面上启动时，一般是电源车和气源车一起上，而使用了 APU 之后，地勤就可以通过地面电源启动 APU， 这时 APU 就可以给飞机供电，地勤就可以撤掉地面电源，飞机只需要几秒就可以获得独立自主能力。这时飞行员再用 APU 带动发动机启动，这样就避免了电瓶电量的消耗。而且在战时紧急起飞时，机内电瓶启动 APU 消耗的电量，比起设想中机内电瓶直接启动发动机的消耗要少得多得多得多，也变相提高了飞机电瓶的续航能力。在这个阶段 ，APU 这个机内启动钥匙已经成为了战斗机的标配，包括美国的 F-22、F-35 在内的多型号战机都拥有自己的 APU， 这样就可以大大增强飞机的独立作战能力，减少对前线基地的依赖。那这个时候，战机还拥有自己锁定意义上的钥匙吗？实际上，由于军用机场的特殊，军用机场旁边的守卫和他们手中拿着的武器就是战机最好的钥匙。退一万步讲，即使你可以绕过守卫进入机库，没有地勤，没有气源车，没有电源车，想要点火滑炮并起飞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像壮志凌云2那样，飞行员兼职地勤，又恰好地面电源和气源车都在的情况，也就只能是电影里的合理虚构了。不过，虽然以前设计并制造的战机没有锁定意义上的钥匙，这并不代表现今设计并制造的战机没有钥匙。比如 F-35， 虽然这架飞机没有物理意义上的钥匙，但是它却有一把电子钥匙，这个钥匙就是 F-35 的飞控系统密钥。在 F-35 通电之后，作为一架零仪表全显示器的战斗机，它的显示器就会出现一个启动的界面，就像我们使用电脑时设置的密码一样。飞行员必须要输入正确的用户名和密码，才能进入 F-35 的飞控系统，完成一系列的起飞前检查单。如果在凌云壮志2中，阿汤哥在机库里找到的是一架 F-35，而不是 F-14的话，那么不知道密码的2人怕是无法回家了。而且 F-35 除了这种电子钥匙之外，对比起其他喷气式战斗机更先进的是，它也摒弃了之前繁琐的一系列冷启动检查单。在全新航电系统的加持下， F-35 的发动机启动变得和现在的轿车一样，支持一键启动的模式。飞行员只需要按下启动按钮，战机就能完成一系列冷启动操作，自己给发动机点火，这种操作可谓是非常省心了。或许随着时代的发展，战斗机很快就能用上 Touch ID 或者 Face ID， 按个指纹或者刷个脸就可以解锁启动。到那个时候，战斗机和汽车似乎也没什么区别了吧。